黑色的气焰遮天蔽日，将朗朗乾坤弄得乌烟瘴气。那气焰不仅黑暗，并且形态不定，似是具有生命一般，不断变化，气势昂让。若是仔细观看，甚至能够在那浩瀚天际之上发现一双空洞的双眼，恐怖至极。那黑色气焰太可怕，甚至让许多修为低下的弟子根本就不敢看。可是哪怕紧闭双眼，根本不看，却也被吓得浑身发抖。要知道，那黑色气焰最可怕的，其实并非是那恐怖的形态，而是无形之中的恐怖气息。那气息能渗五脏，能入六腑，最终深入灵魂。先不说那气息会让人内心发寒，甚至能够让人产生幻觉，若隐若现的听到鬼哭狼嚎的诡异声音。而再看此刻的蛋蛋，他一头黑发狂魔乱舞，那本美到极致的双眼竟然变得血红之色。他双臂缓缓张开，整个天地都会随之变化。她就是女王，来自黑暗深处的杀戮女王。太可怕了，这到底是何等的力量？五品武王而已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力量？这便是传说中的修罗戒灵吗？天下间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戒灵？这一刻，修罗部的上空一片混乱，几乎所有弟子都被蛋蛋此刻的威势所吓到了，哪里还敢羞辱楚风，都被吓得连连后退，恨不得撤离修罗部的领地。就连陶香雨、赵金刚、齐言语这样的妖孽及天才也不例外，惊恐与不安弥漫在每个人的内心。此时此刻，唯一尚还淡定的便只有一人，那便是拥有8品武王的问天部二当家白云霄。但是他也没有擅自出手，毕竟蛋蛋散发的威势太强，他也不能确定就一定能够击败蛋蛋。若是击败了蛋蛋，那也就罢了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事，毕竟他是青木山最强的几位天才之一。可若是赢不了蛋蛋，反而是被蛋蛋击败，那他可就丢人丢到家了。毕竟他是8品武王的修为，而蛋蛋只是5品武王。这一刻，白云霄不得不承认，他有些后悔了，后悔来趟了这趟浑水，现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，打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而连白云霄这样的强者都后悔了，那就别提其他人了。尤其是兽王部的成员，一个个恐慌到了极点。他们都是妖兽，血液里本流淌着兽的血性，向来嗜血好战，胆大妄为，无所畏惧，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。可是当他们的2位当家接连被蛋蛋一击击败之后，他们哪里还有着那种天地不怕的血性？一个个早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倒是真的。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被蛋蛋的威势吓到之际，自南方的天界竟掀起一阵狂暴飓风。那飓风狂暴的声音似是猛兽怒吼，那飓风面积之大，竟然席卷天地。可是就是如此威势，却不伤人不伤物，反倒是硬生生的将蛋蛋的黑色气焰吹散开来，就仿佛它是专门为了压制蛋蛋的威势而来一般。那飓风速度极快，铺天盖地之间，已是来到了众人的面前，并且当它停下之际，已是将蛋蛋的黑色气焰彻底吹散。这是在将蛋蛋的气势压制住之后，那飓风也是随之消散。而这一刻，一道男子的身影也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。这是一名中年男子，他身穿绿色长袍，头戴弟子的绿色高帽，乃是标准的青木山核心弟子装扮。可是他的气质却非同凡响，远非其他弟子可比。此人身高2米有余，不仅人高体壮，更是有着一双凌厉的双眼，双眼之中竟有着有绿色的瞳孔。此刻那怪异而可怕的双眼正扫视众人，所有人都是暗自心惊。秦凌云！终于有人惊呼一声，在此之后，所有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，眼中充满了敬畏之色。他便是秦凌云。这一刻，楚风也是眉头微皱，开始认真的打量远处的男子。秦凌云，凌云部大当家，青木继承榜第2的存在，同时也是刑罚部的成员。别看秦凌云在青木继承榜上只是排名第2，但是实际上他与青木继承榜排名第1的秦墨问多次交手，却不分胜负。之所以秦墨问能排名第1，那是因为秦墨问的年龄比秦凌云大，并且秦墨问手下的墨问部实力也比凌云部强，综合下来要优于秦凌云，所以才被人们认定秦墨问是青木继承榜的第1。但实际上只论个人实力的话，秦凌云的实力是不弱于秦墨问的，他是当之无愧的青木山第1天才，最强的弟子。太好了，真是想不到秦师兄也来了。秦师兄所向披靡，看着楚风还怎么嚣张。见到秦凌云，陶香雨等人很是高兴。虽说秦凌云性格孤傲，可毕竟是刑罚部的人，他既然出场，多半是替陶香雨出头的。而既然秦凌云出场，那么他们坚信楚风必败无疑。这从先前秦凌云以完胜姿态压迫住了蛋蛋的威压，便可以看出这秦凌云的确很强。楚风，这秦凌云是何修为？蛋蛋向楚风暗中问道。他身上有至宝，我看不出他的修为，但肯定要在白云霄之上。蛋蛋，你可有胜他的把握？楚风知道他不可能是秦凌云的对手，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蛋蛋的身上。若是同等修为，1万个他也不是本女王的对手。但眼下修为差距太大，恐怕我远不敌他。蛋蛋摇了摇头，尽管很不甘心，但却不得不承认秦凌云真的很强，他没有丝毫的把握。听得蛋蛋的话后，楚风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先前白云霄等人来的时候，虽然楚风心中没底，但是有蛋蛋这位女王大人在，他却也有着几分把握。但现在却完全不同了。当着秦凌云登场之后，局面已然一边倒，他们根本没有对抗秦凌云的能力。秦师兄，这楚风胆大妄为，无缘无故伤我们的陶师妹，尤其那只戒灵更是无法无天，竟当着众人的面长了陶师妹数个耳光，把陶师妹这甜美的小脸都给打花了。我等来此，本想让这楚风向陶师妹道个歉，可他竟然蛮不讲理，不但不道歉，还辱骂我等。先前还想对我等动手，身为一个新人，哪有他这样的弟子？
我们简直听都没听过，实在是太目无尊卑了。秦师兄，您来的太是时候了，真应该好好教训一下他，教教他该怎么在青木山内做人。这一刻，白云霄、赵金刚、陶香雨、齐言宇等人一干人等，全都凑到了秦凌云的身旁，开始厚颜无耻、颠倒是非，信口开河地说楚风的不是。然而，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这秦凌云却根本不鸟这些人，也不鸟楚风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白若晨，问道：“你拥有地级血脉？”秦凌云此话一出，的确让人颇感意外，不只是陶香雨等人，就连白若晨也是如此。但白若晨还是从容且冷淡地回道：“是，怎么了？你来自哪个地族？”秦凌云再度问道：“这关你什么事？”白若晨有些不耐烦：“快说！”可谁曾想，秦凌云突然脸色大变，怒吼一声，威压降临，竟直接将白若晨压迫的失去了御空之力，狠狠地摔落在了地上。强大的冲力在地表之上砸下了一个巨坑，白若晨的嘴角更是流出一缕鲜血。可是哪怕如此，白若晨却也并未屈服，奋力起身，释放出自己的地级血脉之力，便想要对秦凌云进行反击。可是谁曾想，白若晨刚刚站起身来，秦凌云的威压便再度压迫而下，竟直接将白若晨压迫得跪倒在地。尽管白若晨奋力的想要起身，但却根本做不到。你这混蛋！见到白若晨被打压，楚风岂能坐视不管？道道雷霆涌现而出，修为瞬息提升到了五品武王，掌心一翻，风魔剑也是握于手中，将自己的状态调至最佳之后，楚风身形一纵，便向那秦凌云冲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蛋蛋这位女王大人也是暴掠而去，并且为了避免楚风受到伤害，蛋蛋更是超越了楚风，挡在了楚风的身前，才向秦凌云进攻。然而面对楚风与蛋蛋的攻击，秦凌云却是冷哼一声，随后大袖一挥，一股磅礴的威压便横扫天际，向楚风二人袭击而来。那威压非常凶猛，并且速度极快，哪怕没有蕴含武力，但也并非楚风与蛋蛋能够抵挡的。顷刻之间，楚风只感觉一股宛如山岳般的重力自正面砸来，头昏眼花之际，身体便失去了平衡，最终如同沙包一般从天空落下，最终摔落在了地上。落地之后，楚风虽如白若晨一样，也在地表之上砸了一个巨坑，可是楚风却并未口吐鲜血，身体还算完好无损。只不过楚风却感受到了如同白若晨一样的压力，那压力压在楚风的后背之上，压得楚风难以站起。你这狗杂碎，放开本女王！这一刻，突然传来淡淡愤怒的声音。以天眼观望，楚风发现淡淡竟也如他一般，被压迫于地表的巨坑之中，难以动弹分毫。秦凌云，有什么本事？你冲我楚风一个人来欺负女人，你算什么本事？这一刻，楚风无法隐忍，怒声呼喊起来。可不曾想，秦凌云却根本不理楚风，也不理淡淡，哪怕他们二人如何咒骂，秦凌云也是不予理会，而是看着那跪在地上的白若晨说道：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来自哪个地族？”我呸！白若晨并未回答，而是吐了一大口口水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见到这一幕，秦凌云勃然大怒，一手下指，顿时武力涌动，眨眼之间进化作100根尖锐的细针。那针很细，细到能够穿针引线，但那针又很长，竟根根长达1米。此刻如同暴雨一般飞掠而下，最终只听噗噗噗噗噗的一阵闷响，便密密麻麻地刺入了白若晨的身上。针刺之痛，刺入心扉，白若晨难以隐忍，发出来无比悲惨的叫声：“秦凌云，我要宰了你！”这一刻，楚风简直愤怒到了极点，不仅双拳握得滋滋作响，就连牙齿也是磨得滋滋作响。可是秦凌云的威压却如同一座看不见的飓风，压在他的身上，让他无法动弹，无力，非常的无力。哪怕愤怒的想要吃人，哪怕拥有杀了对方的决心，可却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。楚风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与秦凌云的差距，至少现在他们二人的实力差距如同天地之别，而这便是青木山最强弟子的实力。楚风不得不承认，现在的他的确不是秦凌云的对手。对于楚风的反应，秦凌云依然不予理会，而是手指轻轻一勾，只见到血花四溅之间，那100根武力凝成的细针便自白若晨的体内抽了出来，并且他手腕一转，那细针便开始变化，竟从100根化作了1000根。说不说？秦凌云再度问道。虽然语调平静，可是语气之中却能够听出此刻他那隐隐怒意，有种你就杀了我！白若晨高喊一声，并不屈服，成全你。而秦凌云也不留情，手指一动，那1000根细针便一同飞落而下，向白若晨那较弱的身躯刺了下去。这一幕实在太过残忍，有些人不忍再看，或是闭上双眼，或是扭头不看，但却也有人看得津津有味。陶香雨等人更是满面笑颜，他们巴不得秦凌云弄死白若晨。可是就在那细针将要刺入白若晨的身体之时，竟突然爆炸开来，最终化作散乱的武力，随之消散。怎么回事？对于这样一幕，许多人表示吃惊和不解，更多人的人都看向了秦凌云，他们都觉得是秦凌云在关键之际收手了，他只是吓唬白若晨，并没有打算真的杀了白若晨。僵尸妹，为何阻我？可令人想不到的是，秦凌云却是眉头微皱，看向白若晨的身后。而这一刻，白若晨身后的空间微微颤动，很快的一道女子的身影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。这是一位美丽的女子，虽然谈不上美到惊艳天下，但却有着独有的气质，一抹成熟的气质。真的是她？见到这名女子，楚风一愣，因为这名女子正是当日他在苍明药园遇到的那位女子江芙蓉。她怎么来了？见到这名女子，陶香雨等人也是眉头紧皱，脸上涌现出了不安之色。要知道，这江芙蓉可不是简单的人物，不仅位于青木继承榜第3，更是一位天赐神体，并且据说她的背景很神秘，无论是个人还是家族，
实力都非常强劲，哪怕是秦凌云也要给几分薄面。秦师兄，楚风师弟与若尘师妹乃是我朋友，虽不知他们如何得罪了你，但能否给我个面子，不要再难为他们？江芙蓉面带淡淡笑意，平静地说道。听得此话，秦凌云的双眼微微眯起，神情一阵变化，不过最终他还是变得平静起来，对白若尘说道：不管你来自哪座地族，在这青木山内最好给我安分守己，否则就算将师妹为你撑腰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说完这句话，秦凌云便甩一甩衣袖，转身离去。可是走了没有多远，却突然停了下来，回过头来看向了楚风，冷笑道：你刚刚说要宰了我，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的话，大可以过来试试。混账！听得此话，楚风猛然站起身来，可是犹豫再三，他并没有出手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楚风的心中不断地响彻着这句话，他在自己劝自己不为秦凌云这句挑衅所上钩，而最终他还是忍了下来。废物！见楚风没有出手，秦凌云则是略显失望的冷哼一声，丢下一句废物之后，便扬长而去。废物一个，你也就敢在我等面前嚣张一下，在秦师兄的面前也不过如此。而这一刻，陶香雨等人更是趁机讽刺起楚风，那种满含讽刺之意的哄笑之音，再度响彻于这方天地。很好笑吗？若是真的要笑，不如等楚风师弟到了你们这个年纪再笑，看看那个时候你们是否能够笑得出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江芙蓉却是突然高大喝一声，他此话一出，顿时天地一颤，无形之中磅礴的威压席卷天地，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身体之中。这一刻，陶香雨等数万大军都是立刻收声，没有人敢再继续嘲笑楚风。江芙蓉这位青木继承榜第3的存在，可绝对不是浪得虚名，连秦凌云这样的人物都要给予江芙蓉几分薄面，何况他们这样的人，以大欺小也就算了，竟然还仗势欺人，你们也就这点出息了，滚吧！我不想看到你们这群小人。江芙蓉再度说道。江芙蓉，你说话最好不要太过分，我们是小人，难道你就是好人？白云霄愤怒地斥责道。哪怕他知道自己不如江芙蓉，但也不会容忍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被江芙蓉侮辱。白云霄，在别人眼中你们是什么人我不管，但在我眼中你们就是小人，你有意见？这一刻，江芙蓉柳眉突然倒竖起来，与此同时，一股凶残的杀意也是冲天起。那杀意并非只是奔向了白云霄，而是渗入了那围拢在楚风领地上空的数万人之中。被江芙蓉这样羞辱，白云霄当真是气得不行，可是感受到江芙蓉的那威压与杀意，他却又犹豫的不敢出手。白师兄，算了，教训这女人不妨等莫问师兄出关再说。眼见势头不妙，陶香雨赶忙暗中传音。听得陶香雨的话后，尽管白云霄很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大袖一甩，率领着问天部的众人就此离去。在白云霄离开后，陶香雨、齐言宇、赵金刚等人也是分别带着自己的手下匆匆离开，没有人愿意与江芙蓉动手。而连这些人都走了，那些围观看热闹的自然也都不敢停留。一时之间，浩瀚人海就此散去。此刻，楚风正在为白若尘疗伤，虽然白若尘受的只是皮外之伤，但是看着那满身是血的白若尘，楚风内心的怒火还是难以自制的翻滚涌动着。楚风师弟，若尘师妹没事吧？这一刻，江芙蓉并未离开，而是走上前来，多谢江师姐关心，若尘并无大碍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白若尘很是感激的说道。此刻在楚风精湛的疗伤手段之下，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大半，并且已经感受不到疼痛了。只不过，可是尽管他的脸上挂着笑意，但却是在强颜欢笑。向来自负的他，被秦凌云逼得当众下跪，真的感觉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。若尘师妹，楚风师弟，你们还年轻，秦凌云能胜你们，仗着的是比你们修武的时间久。但假如你们是同龄，我坚信以你们2人的天赋，秦凌云绝不是你们的对手。似是看出白若尘心中的不愉快，江芙蓉贴心的安慰道：江师姐放心，若是连这点小事我们都处理不好，那我们也就枉为青木山的弟子了。楚风淡然一笑，看了白若尘一眼后，不由得问道：只是江师姐，我不明白秦凌云为何如此痛恨地族之人，莫非是他与地族之人有所过节？听得此话，江芙蓉不由一愣，智慧的双眼之中闪过了一抹意外之色。先前秦凌云来此，在外人来看，秦凌云就是为帮陶香雨而来，有意打击楚风与白若尘的嚣张气焰。但是楚风却与众不同，他不但看出秦凌云是为了难为白若尘而来，更是猜测出秦凌云应该是与地族有些过节。关于秦凌云的事，我不是很清楚。江芙蓉摇了摇头，表面上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没有回答此事。不过就在楚风与白若尘略感失望之际，一道传音却进入他们的耳中，而那传音正是来自江芙蓉。楚风师弟说的没错，秦凌云很痛恨地族之人，而之所以会这样，自然也是有所缘由的。秦凌云曾被一位地族的年轻一代重创过、羞辱过，而那位地族的年轻一代年龄比秦凌云还要小上许多，自认为青木山第一，年轻一代几乎无敌的秦凌云，在此之后便留下了心结，自内心深处开始痛恨地族之人。原来是这样，多谢江师姐。得知此事，楚风与白若尘一同传音道谢，此事乃是秘密，切记不要传给他人为好，否则秦凌云若是知道，定然不会放过你们，哪怕是我也阻拦不住。江芙蓉提醒道：我们明白。楚风与白若尘都是聪明人，在江芙蓉表面说不知道，随后又暗中告知后，他们就明白了这其中的重要性。在此之后，江芙蓉又与楚风简单的寒暄了几句，随后便就此离开。楚风，你当日在苍冥药园见到的是他，
在江芙蓉走后，白若晨问道：“楚风点了点头，只是一面之缘，他便愿意得罪秦凌云等人来帮你。我总觉得有些奇怪。”白若晨说道：“哪里奇怪？”楚风问道：“要么他真的是一个心善的好人，要么他就是另有所图。”白若晨说道。而听得白若晨的话后，楚风却是释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别想那么多，有些事想得太复杂了，反而不好。难道你就不怀疑他的动机？”白若晨问道。“我只知道今日他帮了我们，才是真的。”楚风说道。而听得楚风的话后，白若晨愣了一愣，随后不再多说什么，而是若有所思的看向了江芙蓉离开的方向。然而江芙蓉虽然是朝着自己的领地飞去，可实际上却并没有回到自己的住处，而是绕了一圈后来到了一处丛林之中，落了下来。办妥了。丛林深处传来一个声音，江芙蓉恭敬地回道：“感觉怎样？”那声音问道：“您指的是？”江芙蓉反问道：“楚风被秦凌云羞辱后状态如何？”那声音说道：“很厉害，无需我劝，自己便调整了自己。虽然性格火爆，但关键之际却也能隐忍，看得清局面，分得清强弱，能伸能屈，心智很强。”江芙蓉说道：“能得到你这样的评价，说明此子的确不凡。”那声音说道：“的确是少见的厉害，各方面都要在我之上。我在他那个年龄，根本无法与他相比，他超过我，只是时间问题。”江芙蓉说道：“无所谓，我帮他，并非是看中他的天赋，只是看中他的人品。”那声音说道：“其实我有一个疑问。”江芙蓉说道：“什么？”那声音问道：“您为何不亲自出手帮他？那样岂不是更好？会让他少了不少大敌。”江芙蓉问道：“我若出手，他将顺风顺水，对他成长不利，那不是帮他，是在害他。”那声音说道：“懂了。”江芙蓉冰雪聪明，明白了那位的用意。对于江芙蓉受人指使之事，楚风并不知晓，他也并不在意江芙蓉为何帮他，他只知道江芙蓉帮了他，他就应当感激，因为江芙蓉是实实在在的替他们解围了，否则不说别的，恐怕今日白若晨真的就将因此丧命。所以楚风真的很感激江芙蓉，而因今日围观之人众多，所以此事过后便迅速传播。次日之时，在整个青木山已是传得沸沸扬扬，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。只不过这传闻之事却与真实发生的出入很大，如今在外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并非是真正的经过，而是楚风太过狂妄，遭到了问天部、凌云部、金刚部、言语部、桃仙部、兽王部的联合讨伐。本来众位妖孽级的天才念在楚风是同门，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分，只要楚风向陶香雨道歉即可。可不曾想楚风桀骜不驯，不但不肯道歉，反而当众辱骂众位师兄。这种情况之下，秦凌云不再忍让，对楚风动手。楚风不知好歹，竟然对秦凌云反击。可不曾想根本不是秦凌云的对手，简直是螳臂当车，以卵击石。结果被秦凌云打得落花流水，如死狗一般的跪在地上。以秦凌云的实力，完全可以将楚风重伤，可是念在是同门，便没有过多计较，只是小事成见，便就此离去。至于陶香雨等人，也不愿再与楚风计较，也都纷纷离去了。他们尽管踏平了修罗部其他成员的领地，可却并没有踏平修罗部的领地，算是给足了楚风面子。这个版本传开之后，许多崇拜楚风的人都表示怀疑，他们见识过楚风是什么样的人，觉得不可能像传闻中那么不堪。可是因为传播的人实在太多，渐渐的也就越来越多人开始选择相信。先不说究竟谁是谁非，谁对说错，至少那些认为楚风无敌的人都知道楚风并非想象中那么强。一时之间，修罗部从神坛跌落到了谷底，本每日数人来到修罗部门前的盛况已然不在，就算偶尔有人来到修罗部的门口，也只是看热闹的而已。真是混账，这根本就不是事实，他们这是颠倒是非，一定是陶香雨他们干的，他们定是收买了那些围观的人，让他们胡言乱语。如今王威等修罗部所剩不多的成员再度聚集在了楚风的领地内。听得这个消息后，王威等人气得捶胸顿足，简直都快疯了，因为这简直是光明正大的在他们脸上抹黑，何必在乎这些？我不敌秦凌云，这是事实，不管过程是怎样，结果的确是我们输了。就算他们不抹黑我们，我修罗部也注定要衰落。就算有人还想加入我修罗部，我也不会收他们，至少现在不会。楚风很是平静地说道，他并未因此动气，可是王威等人仍是有些难以接受。诸位，我知道你们心在我修罗部，愿与我修罗部同生共死，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，我楚风很是欣慰。不过眼下情况的确不容乐观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可以承受他们打压于我，但我不愿看到你们受我牵连，所以你们还是退出修罗部吧。楚风再度说道。不，楚风师弟，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。王威一口拒绝。是啊，楚风师弟，你为我们做的够多了，你背负的也够多了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与白师妹两个人撑起了整个修罗部，是你们让修罗部崛起，是你们让修罗部辉煌，我们只是坐享其成，享受你带给我们的荣耀。我们想帮忙，可是却没那个能力，就犹如修罗部遭到攻打，我们想要帮你抵挡外敌，可是最终却只能站在你们身后一般。有福同享，我们做到了；有难同当，我们却根本没做到，从来都没做到过。让我们留下吧，就当是让我们补偿你。方拓海等人不想离开，为了让楚风不赶他们离开，居然直接跪倒在楚风面前，对楚风祈求道：楚风师弟，求你了，让我们留下来陪你共度难关吧，大当家的，求您了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大殿内除了白若晨之外，所有修罗部的成员都是跪了下来，恳求楚风让他们留下。这些人中有南陵的同门，有羽化宗的弟子，也有后加入修罗部的精英，他们可能身份不同，来历不同，实力也不同，但现在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对楚风忠心耿耿。
看着这些人，当真是要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决心。楚风的心中何尝不是感动与心酸并行？不过楚风还是毅然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并非是要赶你们走，而是让你们暂时离开。等我需要你们的时候，自然会将你们召唤回来。”听得楚风此番话，方拓海等人低头不语，他们仍然是不想离开。楚风的意思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现在才是修罗部最危难的时候，你们在修罗部只会让楚风分心。说得清楚一点，你们就是累赘。楚风若是顾左顾右，反而会放不开拳脚，只会一直被陶香与他们欺压。但若只是一个人，他就可以想做就做，哪怕是整个青木山的所有弟子与他为敌，他也不怕。就在这时，站在一旁的白若晨突然开口道：“我们明白了，是我们愚钝，竟不明白楚风师弟的意思。楚风师弟，我们走了，但日后需要我们的时候，一定要召唤我们。”听得白若晨的话后，方拓海、王威等人恍然大惊，终于明白，也不好意思再留在修罗部，因为他们不想让楚风束手束脚。在此之后，方拓海等人便当着楚风的面将修罗部的袖标摘了下来，细心收好之后，便纷纷与楚风告别，就此离开。一时之间，这浩瀚而恢宏的修罗部内，除了楚风的仆人外，便只剩下了楚风与白若晨两个人。看着这空荡荡的大殿，楚风不由得想起了前些时日辉煌的时候。不得不说，短短1日，修罗部的境遇却已是天壤之别。感叹一声，楚风看向了白若晨，看什么？该不会连我也要赶走吧？白若晨瞥了楚风一眼，但也能看出他其实很害怕楚风赶他走。怎么可能？你好歹也是我修罗部的二当家，我们要患难与共的。楚风笑眯眯地说道：“都这个时候了，亏你还能开得出玩笑。”白若晨冲着楚风翻了翻眼睛，但随后却淡淡一笑。事到如今，他似乎已经默认了自己是修罗部二当家的事实。现在没人束缚你的手脚了，准备怎么做？白若晨问道。专心修炼，楚风说道。然后呢？白若晨问道。欠我的，我要加倍要回来；辱我的，我要加倍讨回来；打我的，我要他再也站不起来。楚风说道。听到这里，白若晨笑了，但却笑得很是灿烂，说道：“这才像我认识的楚风。在王威等人退出修罗部后，他们的确摆脱了危险的境地。既然不是修罗部的人，陶香与他们自然也就不再针对王威他们。只不过这却苦了楚风。在最后一批修罗部的成员离开后，青木山内再度谣言四起，都说是楚风为人狂傲，人心尽失，所以连同门师兄、修罗部的元老们也都离他而去。如今的修罗部内，只剩下了楚风与白若晨两个人，是真正的名存实亡。不过，对于外界的种种传言，楚风与白若晨却不予理会。楚风明白一个道理，现在终将成为过去，最终的胜者才将被人铭记，所以他不在乎现在，他在乎的是将来，所以他要努力修炼，只有尽快变强，才能尽快改变未来。尽管现在的他没有足够的修炼资源，但是最起码他还有的进仓明盾可以钻研修炼，只要成功，战力便会提升。只不过楚风与白若晨安心修炼还不足10日，便又有大事发生。红魔长老、余魏长老还有周全长老终于疗伤完毕，得以出关。可是当他们出关之后，听说了司马颖与楚风、白若晨受辱之后，却是勃然大怒，不管37、21，竟然纷纷找上了陶香宇、奔雷虎、赵金刚、齐言宇、白云霄，甚至是秦凌云等弟子。他们不仅找上了这些弟子，更是不顾及自己长老的身份，直接对秦凌云等人出手，将他们打成重伤，险些废了他们的修为。此事一出，简直如同晴天霹雳，整个青木山都被惊动了。而这种时候，陶香宇背后的刑罚部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刑罚部的大当家拓跋沙狂亲自率领刑罚部的众位长老讨伐炼药部，最终打伤炼药部数人，甚至摧毁炼药部属座宫殿，将红魔长老、魏长老、周全长老3人强行带回刑罚部内。如今生死不明，得知此事之后，楚风与白若晨都坐不住了。毕竟红魔长老他们如此冲动，也是为了替他们出气。可是以楚风如今的实力，别说救红魔长老他们，就连见他们一面都是极难。极度担心之下，楚风真的害怕红魔长老他们出现不测，最终只能向练兵部的当家长老夏侯剑庭求助。而在夏侯剑庭的帮助下，楚风与白若晨终于得以进入刑罚部，去探望一下红魔长老3人。此刻，夏侯剑庭带着楚风与白若晨走在刑罚部潮湿昏暗的地牢内，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刑罚部的2名长老楚风、若晨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夏侯剑庭传音说道。准备？不知夏侯长老何意？楚风问道。不管你们等下见到什么，都要忍下来，因为这里是刑罚部。夏侯剑庭说道。听得夏侯剑庭的话后，楚风与白若晨都明白了夏侯剑庭的意思。在这刑罚部，红魔长老等人定要承受刑罚，这是无法避免的事。可是尽管心中都已经有所准备，当一座巨大的牢门打开之际，楚风仍是不由内心一颤，心中的怒火不受控制的奔涌而出，双拳紧紧握起。至于白若晨，更是贝齿紧咬下唇，双眼已经泛红湿润，闪烁起点点泪光。此刻浮现在楚风与白若晨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宫殿，宫殿很破，可却又光芒闪闪，那闪光的乃是一座大阵，一座由特殊的火焰所凝结的大阵。大阵之内尽是蓝色的火焰，那并非普通的火焰，是一种通过阵法与特殊物质凝聚而产生的火焰。那火焰非常的可怕，此刻那火焰奔腾于大阵之上，时不时的发出滔天怒吼，就如同在告诉人们他们是这大阵的主人一般。但若仔细看来，便能在那火焰之中发现3道身影，这3道身影的手与脚都被特殊的锁链捆绑于大阵之上，任由那火焰焚烧着他们。
此时此刻，这三人早就被烧得变了模样，不但没有了头发，更是没有了衣服，就连皮肤也被烧得皱巴巴的，面目全非，不成人样。可是楚风宇、白若晨还是能够认出这三人就是炼药部的红魔长老、魏长老以及周全长老。但楚风以天眼观察，发现他们三人的身上可不只有这阵法的烧伤，还有这刀伤、鞭痕，甚至是虫咬过的痕迹。他们的肉身早就不完整，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破坏，然后又进行修整。楚风知道这都是刑罚部所为。刑罚部虽然是大，但却也不能随便杀当家长老，但他们又不肯轻易的放过红魔长老他们，所以他们便使出了灭绝人性的手段，惨无人道的对三位同门长老进行疯狂的折磨。这一刻，楚风的心非常的痛，就犹如无数把小刀在同时切割他的心脏一般，疼得难以忍受。因为他知道红魔长老他们之所以会落入今日这般田地，全都是为了替他们出气。眼下尽管身体虚弱，又承受着阵法焚烧之苦，可是三位长老显得很是平静，不但盘坐于大阵之上，不言不语，甚至连吭都不吭一声。这份毅力让人佩服，却也让人心疼。长老犹豫再三，楚风还是轻声呼唤一声。而听得楚风的声音后，三位长老同时睁开了双眼。在他们睁开双眼的那一刻，眼中透露出的不仅是虚弱，还有疲惫，可见他们实力再高，毅力再强，但在这阵法之下，依然承受了极大的痛苦，巨大的折磨。可是哪怕自己已深陷危难与折磨之中，但当三位长老见到楚风与白若晨后，脸上却都浮现出一抹安逸的笑容。你们来了，红魔长老笑着说道，对此似乎早有预料。长老让你们受苦了。楚风与白若晨满是歉意的说道。白若晨更是没忍住，两行晶莹的泪花滑落而下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炼药部的人可不许这么没出息。若晨不许哭。见白若晨哭了，周全长老有些不悦的说道，就是楚风、若晨，你们这一脸惭愧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被抓过来又不关你们的事，你们瞎自责什么？魏长老也是开口说道，没错，身为炼药部的当家长老，我们只是做了守护炼药部尊严的事。何况颖儿乃是我炼药部贵客，我答应过他爷爷要好好照顾他，可他来到我青木山后，竟然被人殴打羞辱，这叫我怎能对得起他死去的爷爷？所以你们还怎地？不必自责，就算不因为你们两个，只因为颖儿，我们也会这么做。红魔长老也是笑着劝道。听到三位长老的话后，楚风与白若晨的心中反而更难受了。他们如何看不出来，三位长老只是不想让他们自责才这么说的？明明是为了他们，三位长老才会落到这般田地，可是三位长老却还在为楚风和白若晨着想。这份心意让楚风与白若晨既感动又心痛。人看到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刑罚部的长老竟开始驱赶起楚风，显然不想让楚风与红魔长老他们多谈。红魔长老、魏长老、周长老，我要怎么做才能救你们出去？见势不好，楚风赶忙传音问道。他不能坐视不理，放任三位长老不管，只要有一点点办法能够帮助三位长老，就算赴汤蹈火，楚风也会去做。楚风，不要担心我们，刑罚部不敢对我们怎样，回去吧，只要你们能安然无恙，我们三个老家伙也就放心了。然而红魔长老他们却是淡然一笑，没有给予楚风任何的提示。而越是这样，楚风越是不安，因为这很有可能说明楚风真的没有办法救三位长老。三位长老的处境相当不妙。在离开刑罚部后，楚风与白若晨一同回到了修罗部，他们愁眉不展，沉默不语，心情都是极为的沉重。主人，有一位客人想要见您。直到一位女仆的出现，才打破了二人的处境。不管是谁，让他回去吧，我没有心情见客。楚风摆了摆手，示意女仆将那来访者赶走。连我也不想见吗？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，与此同时，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楚风与白若晨的视线之内。是你？见到这位，楚风与白若晨皆是有些意外，因为这位竟是司马颖。很意外吗？司马颖笑眯眯地看着楚风与白若晨，此刻他的伤势早就痊愈，并且脸上挂着平静的笑容，就犹如他已经从他爷爷逝世的伤痛中走了出来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白若晨心情本就不好，看到司马颖这个样子，就更是感到愤怒。要知道，三位当家长老如今被刑罚部抓走，也与司马颖有着不小的关系。可是他竟然这般风轻云淡，不但不关心三位长老，并且还笑得出来，未免也太没良心了一些。其实我来这里是来向你们两个道歉的。突然，司马颖脸色一变，凝重地说道：什么？听得此话，楚风与白若晨都是一愣，不敢相信司马颖这种人居然能够说出这种话。对不起。可是就在楚风与白若晨有所怀疑之际，司马颖竟然真的对他们说了对不起，并且还是满是歉意的，对着二人鞠了一躬。这样一幕让楚风与白若晨都愣在了那里。这要是换作被人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可是换作是司马颖，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。毕竟这个丫头有多刁蛮，有多不懂人情世故，楚风与白若晨是深有体会的。我知道你们在青木山本来过得很好，至少在这核心地带，你们是万人敬仰的天才。不过你们现在的处境很糟糕，而这都是因为我。如果不是我太冲动，你们不可能会落到今日这般田地，三位前辈也不可能被人抓走。我真的是一个扫把星，不仅克死了父亲母亲，还克死了爷爷，如今竟然又连累了你们，我真是太……话到此处，司马颖竟然哭了起来，并且哭得越来越伤感，最终竟然失控地跪在了地上，颤抖的娇躯开始抽搐起来。此时此刻，他哪里还是那个蛮横无理的刁蛮丫头，根本就是一个可怜的孩子，一个迷了路找不到家人的孩子。见到这一幕，楚风与白若晨都动容了。不管司马颖多么霸道，多么蛮横，但说到底也是个女孩子，在她的内心深处也有着脆弱的地方。
只不过他那脆弱的地方很少表露出来，而如今却展现在了楚风与白若晨的面前。楚风能够看得出来，他不是在做戏，他是真的很内疚，很惭愧。从他此刻的情绪中，楚风能够感受得到，他是发自内心的自责着。他来道歉，不是为了祈求楚风与白若晨的原谅，而是真的觉得对不起楚风他们，才来对楚风与白若晨说声对不起。这一刻，楚风看了眼白若晨，示意让白若晨安慰一下司马颖。毕竟不管怎么说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尤其是他与司马颖不是很熟，所以让白若晨安慰他更好一点。尽管白若晨对司马颖有着诸多看法，可是这一刻也是心软了，并没有犹豫，而是开始上前安抚司马颖。司马颖其实很坚强，只是刚刚他最脆弱的地方被触发了，所以白若晨简单的安抚了他一下，他便很快恢复了正常。楚风，白若晨，我要走了。突然，司马颖说道：“走，去哪里？”楚风与白若晨一同问道：“回界师联盟，那里才是属于我的地方。况且我也不想留在这里，再给炼药不添麻烦了。”司马颖说道：“也好。”楚风与白若晨皆是点了点头。眼下的情况，司马颖的确不适合继续留在青木山内，不过我希望你们能与我一起走。”司马颖说道。“什么？一起走？去界师联盟？”楚风与白若晨皆是有些意外。“是的，与我一同去界师联盟，在那里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们，而以你们的天赋，去界师联盟也会更有前途。”司马颖说道。“司马颖，你不要说笑，我们是青木山弟子，怎么可以去界师联盟？”白若晨一口拒绝道。“白若晨，你听我说，去界师联盟，你们可以获得更好的修炼机会。谈到修炼资源，我界师联盟可绝对胜过青木山。何况我不是说让你们离开青木山，加入界师联盟，只是让你们在界师联盟修炼。而以你们现在的情况，在青木山内不会有任何前途，无论做什么都会被死死打压。在这里，你们的未来将会一直受阻，所以你们现在绝对不能继续留在青木山，否则只会耽误了自己，害了自己。待得日后你们修为有成，青木山的局面又有所好转之后，你们大可以再杀回来，这是战略，对你们有利的战略。”司马颖劝道。“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是3位长老大人，为了我们已经被抓了起来，我们现在离开就是不忠不义。”白若晨再度拒绝，情绪变得很是激动。“可是就算你们留在这里，就能够救3位长老妖，你们这是浪费时间，什么用处都没有。”司马颖的情绪也是变得激动起来。“不要吵了。”突然楚风开口了，并且对白若晨说道：“司马颖说的对，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们留在青木山什么作用都没有，甚至就算3位长老被杀，我们也只能在他们被杀后才收到消息，并且什么都做不了。”“楚风，你的意思是？”白若晨看向了楚风，双眸闪烁起来。“我们可以离开青木山，先去联盟领地，不过我们不一定非要去界师联盟，去哪里只是寻找新的机会。”楚风说道。听得楚风的话后，白若晨沉默了，不过却能够看出他有些动摇。至于楚风做出这个选择，他也是认真思考过的。现在的情况，他们的确不适合留在青木山。先不说留在青木山，他们的进步会有多大，现在他们的所处的情况，说是四面危机也不为过。就算哪一日刑罚部下了狠心，派出当家长老把他与白若晨暗杀掉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青木山很危险，尤其是在红魔长老他们被抓后，这里就更加危险了。准确的来说，不只是青木山，是整个青木领地都很危险。不管他们有多不情愿，不管有多不甘心，离开是最好的出路。至少离开，有机会寻找到新的出路。而楚风有一张地图，那地图上标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当初来到武之圣土最想去的地方，那里叫做落叶竹林。而刚好那落叶竹林距离联盟领地很近，至少想到达落叶竹林，联盟领地是必经之地。楚风，你若想要离开，我便也离开，我支持你的选择。突然白若晨开口说道。可以看出他已经做好了决定，那就是跟着楚风。想要离开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有2点是我们必须解决的。首先，界限能量，虽然青木领地与联盟领地相隔不远，可却被界限能量阻隔，我们不具备破解界限能量的实力。其二，假如刑罚部真的要对付他们，可能在他们3人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派人对付我们，那样一来，我们可能还没真的离开青木山，就已经死无全尸了。楚风说道。我有办法，我爷爷教给过我一个阵法，那阵法可以破开界师联盟，只不过这阵法的要求很高，我是无法布置出来，不过楚风也许可以。等阵法布置而出，咱们3人再合力运转，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，定然能够破开界限能量。至于楚风担心的第2点，说实话，他们如果真的要对付你们，就算你们在青木山内，他们早晚也会找到机会。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，还不如冒险搏上一搏。我们直接走，偷偷的走，走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只要不被他们发现，他们哪里会有追杀咱们的机会？司马颖说道。不行，这太冒险了。楚风摇了摇头，既然要做，就必须准备充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楚风不想再冒险。如果真的打算离开，我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。白若晨说道。千万不要让我向青木山求助，除了红魔前辈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护送我回界师联盟，因为我信不过他们。司马颖摇头道。放心，不需要你去求情，我自己便可以。白若晨说道。若晨是什么办法？楚风问道。让我母亲来青木山接我们，然后再让她将我们送到联盟领地。白若晨说道。让白前辈。听得此话，楚风很是意外，甚至有些吃惊。白若晨的母亲白素嫣是一个很神秘的女人，楚风从第一次见到她就知道她很厉害。可是白若晨此番话绝对是话有所指，那就是白素嫣具备保他们安全，并且能够将他们安然送到联盟领地的能力。尽管早就知道白素嫣厉害，但楚风却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厉害。这样一个厉害的人，
为何要屈身于羽化宗呢？这完全不合常理啊！就是让我母亲来帮咱们，此事就交给我吧。在我母亲来青木山之前，我们都待在炼药部，虽然那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，但至少比我们各自的领地安全。白若晨说道。只能如此了。楚风也点了点头，决定之后，三人也不犹豫，再简单的交代了一番，三人便启程离开修罗部，准备先到炼药部藏身。可就在三人刚刚动身之际，一阵响亮并不刺耳，但却震慑人心的钟声，一声接着一声的响起。而当这钟声响起之后，无数位弟子与长老已是腾空而起，向任务广场的方向飞掠而去，并且仔细听来，便能够听出那个钟声也正是来自任务广场。这个声音，莫非是？听的这个声音，楚风与白若晨皆是一愣，随后二人互相观望，一同说道：“龙级任务，龙级任务，那是什么？”司马颖好奇地问道。青木山的弟子，无论是想要修炼资源、武技，或是玄功，甚至是任何东西，都需要用功德点来兑换。这功德点需要做任务方可获得。而青木山内的任务分为狼级、豹级、虎级、狮级以及龙级，其中最难的就是龙级任务。不过龙级任务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的，甚至我与若晨加入青木山以来，还是第一次遇到龙级任务出现。楚风解释道：“居然这么有趣，那我们去看看吧，去看看这龙级任务到底什么样。”听得楚风的解释后，司马颖顿时来了兴趣，那激动与好奇的模样，就像是一个小女孩。这怎么行？龙级任务肯定会吸引不少弟子，恐怕陶香雨他们也都会去。若是遇到他们，恐怕又要有所冲突。如今红魔长老他们都被抓了，根本没人替我们撑腰，倒是吃亏的又要是我们。白若晨摇了摇头，怕什么？遇到他们，咱们不理就是了。何况这么多人去看热闹，怎么会刚好就碰到他们？咱们藏在人群之中，他们是找不到咱们的。去看看吧。楚风，你们就要离开青木山了，难道就不想看看这龙级任务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见白若晨不同意，司马颖苦口婆心地劝起了楚风，想要从楚风这里寻找突破口。也好，去看看吧。若晨，我们不报名参加就是了。楚风说道。那好吧。见楚风应下，白若晨也点了点头。不过他这头点的并不勉强，相反还有些期待。能够看得出来，其实他也很想看看这青木山的龙级任务到底什么模样。决定之后，三人便一同动身，快速地前往了任务广场。如今的任务广场早已是人满为患，天上的上皆是人影，不仅是弟子，就连许多长老也是凑了过来。因为人数众多，并且大家都专心地盯着任务广场，楚风三人也没有故意掩饰什么，而是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人群之中。透过人群，楚风能够看到任务广场的最中心，也就是那龙级任务领取处。那里相对来说比较空旷，基本没有多少人影，只有几个人，那是几位长老。看他们腰间的执法刀就知道，他们都是刑罚部的人，并且为首的一位乃是一位当家长老。而除了这些长老之外，还有一位陌生的身影，这是一位老者，手拿拐杖，是个驼背。他不仅看着陌生，身上的服饰也是比较特殊，他绝非青木山的人。而除了长老级的人物外，在那龙级任务领取处的门口还有2名弟子，这是2个熟面孔，那便是兽王部的大当家温雷虎，以及当初与白若晨还未正式交手便主动认输的王敬之。并且在此楚风三人到达不久，陶香雨、白云霄、齐言宇、赵金刚也陆续赶了过来，并且纷纷落到了龙级任务领取处，与那些长老们站到了一起。那里并非不允许弟子靠近，只是需要有实力的弟子才能靠近，实力不够者也自然不敢与当家长老离得太近。可是哪怕明知道自己的资格不够，但几乎所有得知龙级任务的弟子全都赶来到了任务广场。由此可见，这龙级任务的吸引力当真是不简单。在越来越多的弟子集结于这任务广场，人多到这浩瀚的任务广场都已经装不下的时候，那位为首的刑罚部当家长老终于开口了：“诸位，在我青木岭的无边绿海之中，出现了一个妖蛟兽族群。这妖蛟兽族群本不属于无边绿海，可却他们却安扎于此，安营扎寨。他们的安营扎寨本就破坏了平衡，可他们不仅安扎，更是多次侵扰无边绿海本来的原本主人原氏土族。今日原始土族族长亲自来我青木山请救兵，希望将这群不懂礼貌的妖蛟兽族群驱赶出无边绿海。不过我认为这妖蛟兽实在太不仗义，若只是将他们驱赶走，难免日后会有其他领域遭受他们的侵扰，所以我青木山准备替民除害，将这群妖蛟兽彻底根除。这妖蛟兽实力不凡，具有传说中的神兽龙的血脉，所以相当厉害，不容小觑。对付他们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，但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是对你们的一次难得的历练。经过商讨，我们决定不派长老去对付他们，而是派我青木山最优秀的弟子去除掉这妖蛟兽。因为妖蛟兽不好对付，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危险，所以我们定级为龙级任务。为了不惊动妖蛟兽，此次执行龙级任务的名额为6人，凡是核心弟子有意者都可以到我这里报名进行考核，排名最高的6人便可以获得这个资格。而只要有人能够拿回妖蛟兽族长的脑袋，便可获得10万功德点。除此之外，原氏土族还会准备特殊的谢礼来感谢你们。刑罚部的当家长老宣布道：“10万功德点，竟然这么多！竟然是龙蛟兽，那可是非常凶残的妖兽，绝非寻常的妖兽可比。怕什么？既然长老大人肯派咱们去，那就说明那是咱们可以对付的级别，否则长老大人不可能眼睁睁的让咱们去送命。都别想了，没戏，只有6个名额，还会轮到咱们吗？看青木继承榜上的天才已经来了6个，都散了吧。这6个名额已经注定是他们6个的了，谁都别惦记了。不对啊，
王敬之不是已经被白若晨击败，已经退出青木继承榜了吗？放屁！当初王敬之根本没与白若晨真的交手，何况就算他不敌白若晨，那也不是咱们能比的。你们之中有谁敢说能战胜王敬之？管他呢！来这本就是看热闹的，我倒是要看看到底谁会获得执行这龙级任务的资格。当然，我更想知道谁能摘得那妖蛟兽族长的向上交头。长老话音落下之后，平静的人群之中顿时炸开了锅，各种声音响彻不断。对于这次龙级任务，人们是议论纷纷，哪怕明知道没资格去执行的弟子，一个个也是摩拳擦掌，似是想要拼命试上一番。看来这妖蛟兽似乎来头不小啊！听得众人的议论，楚风也是听出这妖蛟兽似乎很不简单。妖蛟兽的确不是一般的妖兽，可以说他们是传说中的神兽，龙的远房亲戚。尽管只有那么一点关联，但是这也使得他们在妖兽之中拥有着不弱的地位。白若晨说道：“妖蛟兽也分很多种群，在五之圣土最强大的妖蛟兽族群叫做妖蛟王兽。那妖蛟王兽可是非常强的，听说他们的历代族长皆是5地级的妖兽，就算是这青木山，也未必就敢轻易招惹他们。如今青木山竟然要赶尽杀绝，想必这妖蛟兽并不纯正，至少与妖蛟王兽没有太大关联才是，否则他们不敢这么猖狂。”司马颖抢着说道：“身为界师联盟成员的他，对于五之圣土的事情似乎更为了解。10万功德点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而收获与付出往往是成正比的。酬金越多，说明任务越难完成。可见这个妖蛟兽族群，就算血脉不纯正，但也并不好对付。”白若晨感叹道：“身为青木山的弟子，他多想去参加这次任务，斩下那妖蛟兽族长的脑袋，然后领取这10万功德点。不过可惜他不能。尽管很是遗憾，但还是依然的说道：‘楚风，我们走吧。过些时日，我母亲就会来接我们了。这龙级任务注定与我们无缘。’”楚风点了点头，随后3人便转过身去，准备就此离开。来都来了，何必急着走呢？可是就在3人将要离开之际，一道刻薄的声音却突然自龙级任务领取处传来。这个声音是白云霄的。白云霄不但发现了楚风3人，并且他的这个声音是引导性的，能够引导在场的所有人发现楚风所在的位置。一时之间，围在楚风身旁的人开始轰然而散，所有人都看到了楚风3人那背对着任务领取处准备离开的身影。我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关你什么事？司马颖转过身来，毫不留情地反驳道：“我白师兄说话，哪轮得到你插嘴？是挨打没挨不够吗？”陶香雨冷声喝道：“陶师妹，那红发丫头不过是一个外人罢了，你何必与她一般见识？她说话你就当是听狗叫算了。”齐言语开口了，只不过他的语调阴阳怪气，竟侮辱司马颖是狗。去你妈的！你他妈骂谁是狗？听得此话，司马颖怎能受了？怒骂一声便要出手。司马颖，别乱来，长老在此，若是先动手，又要理亏了。见状，白若晨赶忙抓住司马颖的手，低声劝道。而司马颖虽然脾气暴躁，行事冲动，但也不是不明事理，不是分不清状况。听得白若晨的话后，也是冷静了下来。原来疯狗也有这么乖的时候。若晨师妹，看来你把这野狗驯服了，也不枉费你为了他而被我们的陶师妹痛扁一番呢。可那齐言语不但不依不饶，继续辱骂司马颖，更是话锋一转，将白若晨也带了进去，一同羞辱。哦，现在对着2个女孩子破口大骂的可是你。要说狗，谁有你像？然而就在这时，楚风突然开口了。相比于司马颖与白若晨那强忍着的愤怒，楚风则平静得多，哪怕他开口辱骂齐言语，也是骂得温文尔雅，从容自若。你骂谁是狗？被楚风这样一骂，齐言语顿时火大。像他们这种人，自尊心极强，辱骂别人可以，但绝对经不起别人的辱骂。骂？我想你搞错了，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，并非是骂你。楚风摊开双手，耸了耸肩，摇了摇头，一副很无辜的模样。你放屁！齐言语再度大骂，他比先前更愤怒了，因为楚风的意思简直就是在说他齐言语本来就是一条狗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让诸位师兄师姐们看看，这齐言语长得像不像条狗？你们看看他那眉毛，再看看他那眼睛，是不是很像一条狗？楚风指着齐言语大声说道。本来人们真没觉得齐言语长得像狗，可是听楚风这么一说，仔细看来，却发现齐言语那眉宇之间还真有那么一点狗的气息。虽然人们不敢认可楚风的观点，但却也有些人忍不住内心的笑意，捂着嘴偷笑起来。齐言语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妖兽所化，并且还是野狗成精？见自己的羞辱有成效，楚风更是趁胜追击，继续羞辱。楚风，你找死！被楚风一而再再而三的辱骂喂狗，齐言语当真是忍受不下去了，剑眉倒竖，两眼一横，便释放出自己的强大气息，想要对出手。住手！不过就在这时，白云霄却是暗中怒喝一声，并且说话之间看了一眼身后的刑罚部长老。这一刻，白云霄才注意到刑罚部的长老脸色并不好看，他们有些生气，但显然不是因为楚风生气，而是因为他生气。这种情况下，长老本该第一时间阻止，不应该让弟子当着外人的面相互辱骂。可是他们没有那么做，之所以不阻止，那是因为他们想让齐言与他们占据上风，好尽情的侮辱楚风。毕竟他们都很不喜欢楚风，虽然贵为长老，但却也巴不得楚风出丑。可是却想不到，只是几句话下来，齐言语就控制不住自己，竟然还要动手，这就让刑罚部的长老大失所望了。毕竟他们用嘴说不算什么，但要是随随便便的就动手，并且还在当家长老的面前，那就多少有些理亏了。这种情况下，谁敢动手，谁就要受惩罚。所以不得不说，此时此刻，刑罚部的诸位长老对齐言语的表现
很是失望。其言语不傻，看出了众位长老的不悦，所以不敢再说话，更是不敢动手，而是强压着心中的怒火，低下头不再说话。楚风师弟，你这骂人的功夫可真不一般，不过都是男人，逞嘴上的威风算什么本事？拉住其言语后，白云霄再度开口了。那依着白师兄的话说，我们被那其言语骂，就只能听着，不能还口了是吗？老实说，这种事情我可做不到。而白师兄既然这么说了，莫非是白师兄能够做到被人侮辱而无视之？若真是这样，那不如白师兄由我侮辱一番可好？也让我见识一下白师兄的高尚品德、不凡的忍耐力。楚风说道。被楚风这样一说，白云霄的双拳也是猛然握紧，心中一股怒火噌的一下便窜了出来。不过他调整得很快，还没有被人发现他动怒，便强行将心中的怒火压了下去，冷笑着说道：男人应当将本事用在该用的地方，就比如今日的龙级任务。先不说这次的任务是替民除害，首先龙级任务就是青木山弟子的一种荣耀，也是一种责任，乃是青木山之弟子，人人有责之事。楚风师弟身为我青木山之弟子，理当效犬马之劳才对，怎么在得知此次任务的难度之后便转身就走呢？莫非你是怕了不成？害怕送命，所以不敢担此重任？白云霄此话一出，现场惊呼一片，所有人都将目光再度凝聚在了楚风的身上，那种目光多少有些看不起，看他那怂样，自然就是怕了，不然为什么要跑？果然是废物，不仅是废物，还是一个自私的胆小鬼。见状，赵金刚等人也是一同侮辱道：你说谁怕了？这一刻，白若晨忍不住反驳道：原来没怕，没怕的话，那你们就参加呀。虽然凭你们两个的花拳绣腿，也未必能获得执行龙级任务的资格，但你们若是参加，最起码能证明你们的勇气，不是吗？白云霄笑眯眯地说道。参加就参在白云霄的激将之下，白若晨便要应下。若晨，不要冲动。不过白若晨还未将话说完，楚风便将赶忙制止，并且暗中传音道：他这激将之法再明显不过，就是要引诱我们去参加这个任务。我们若是同意了，很可能就会掉入一个圈套，恐怕到时候等着我们的就不只是妖教授，还有想我们死的人。他们这么挑衅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若不答应，岂不是要成为众人眼中的笑柄？白若晨说话之间，将目光扫向了围观的众人。果然，此刻众人的目光紧紧地凝视着楚风与白若晨二人，眼光都很怪异，甚至是讥讽，并且有些人已经开始窃窃私语，低声议论。而他们谈论的内容自然没什么好话，都是些楚风与白若晨是胆小鬼，之前看错了他们之类的侮辱性话语，忍，现在只能忍。楚风说道。而听得此话，尽管白若晨很是不甘心，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。哈哈，看我就说他们是废物吧。白师兄，你与这种人说这些根本什么用？他们根本就没有集体荣誉感，从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就能看出来，他们根本就是自私自利之人，根本没有将我青木山当成家，更没有将同门当成亲人，他们根本就不配做我青木山的弟子。其言语再度添油加醋地说道。如此为人，枉为弟子。而这一刻，竟然连刑罚部的当家长老也是开口了，虽然他只是简单的一句，但却明显是冲着楚风与白若晨说的，并且他的话中之意也很是明显，就是在说楚风与白若晨的人品差，不配留在青木山。之前觉得他们两个是天才，现在看原来是废材。是啊，之前我以为楚风是英雄，现在来看原来他妈是个狗熊。他们这样的修为，这样的实力，本应该参加龙级任务，毕竟这是我青木山的荣耀，可他们因为害怕便不参加，实在太没胆识了。这是一个任务，他们想不去就不去，但假如日后青木山有危难，他们这样的人岂会为青木山而战？肯定会逃之夭夭吧。在当家长老说话后，许多弟子为了拍马屁，都不再低声议论，而是大声的羞辱。一时之间，整个任务广场之上尽是羞辱楚风与白若晨的声音，那声音极为的刺耳，正一波一波的涌入楚风与白若晨的耳中，侵蚀他们的灵魂，摧毁他们的自尊。这一刻，白若晨与司马颖都是气得咬牙切齿，那俊俏的小脸尽是愤怒之容。相对来说，楚风的反应很是平静，他不是不愤怒，只是他抑制住了自己的愤怒。他不是不在乎这些人对他的侮辱，相反他很在乎，并且正用双眼去看向那些侮辱他的人，他要将这些侮辱他的人都记在心中。天下间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太多了，他们见谁是大就拍谁马屁，并且去打击示弱的一方。楚风要记下这些人，日后在自己强大起来之后，不给予这些人任何向自己靠近的机会。那些此刻为了拍白云霄等人马屁，拍刑法长老马屁，便公然侮辱楚风的人，现在很是得意，但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楚风拉入了黑名单，再也不可能与楚风交好。哪个是陶香雨？给我滚出来！可是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声音，而听得这个声音之后，在场之人皆是已经，但最为吃惊与意外的，却要数楚风与白若晨，因为那个声音是个女子。虽然词语粗暴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她的声音很是好听。最为重要的是，这个女子的声音，楚风与白若晨听起来是这么的熟悉。就在这个声音落下没有多久，很快的便数道身影自青木山的入口处飞掠而来，最终来到了任务广场之上。那其中有青木山的核心长老，此刻这些长老一个个的皆是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，甚至是气喘吁吁，似乎费了不少力气。唯有为首的那位从容自若，气势不凡。但是这位为首之人却并非青木山的人，她不仅不是青木山的人，还是一位美艳的女子。